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自从英国的《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了俄乌谈判达成15点协议草案以后这个消息其实就备受关注的。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呢，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对这一报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否认。这个呢就只能说明在两军交战处于一种拉锯状态的时候呢，双方讨论的很多条款它可能会是非常广泛的，它也必然导致这一类的协议草案它的有效性呢会非常的脆弱。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战场上的态势它是瞬息万变的，任何的变化呢它都有可能影响到谈判桌上的一个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换，对吧？那么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说这15条原则中呢，它包含了俄军要全面的撤兵，退回到2月24号入侵前的那个位置。那么乌克兰呢，将会按照瑞士与奥地利的模式成为一个永久的中立国。同时呢，俄国还要求乌克兰必须要公开的放弃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的那2个州的主权。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前天在这个 Telegram 上面是有分享的一段视频，他在这个视频中就重申了他所画下的红线。他就说这个谈判仍在继续，但是呢，他的优先事项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结束战争，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且获得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的保障。而根据泽连斯基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向美联社的透露呢，就说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俄军是否在战后留在乌东分离主义的地区，以及双方的边界将要最终确定在哪里。此外呢，乌克兰呢还坚持说要让一个或者是多个西方的核国家来参与谈判，并且呢坚持说要有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来为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乌克兰可以来讨论中立地位作为一个交换。就在同一天呢，乌克兰的谈判代表之一，名字叫做波多利亚克的这个人，他在总统府所发表的一份评论中呢，就证实说，乌克兰其实已经拒绝了所谓瑞士或者是奥地利式的这种中立模式的概念，而是呢强调必须获得一个有效的保证，不能够再是像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那样事儿的一个可以让相关国家袖手旁观的这样一份文件。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做佩斯科夫的，他也是公开的表示说，《金融时报》这篇报道是有误的。他说俄乌谈判还在继续的进行之中，俄方呢已经对这个停战谈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了，但是现在呢却是乌克兰这一方欠缺热情，对这个谈判不慌不忙，在拖延速度。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这有一点奇怪其实我觉得佩斯科夫他所说的呢，可能是一个实情，因为现在的这个形势呢，它的确就是乌克兰拖得起，但是普京拖不起。根据这个英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份乌克兰战局评估的情报就说这个后勤问题是在继续的困扰着俄罗斯摇摇欲坠的对这个乌克兰的入侵。他还说，俄军呢无法进行越野机动，又缺乏制空权，以及桥接能力非常有限，这就导致俄军的前线部队呢，甚至都无法获得最基本的食品和饮料等等这些必需品。这份情报还说乌克兰不断的反击呢，迫使俄军转移了大量的部队去保卫自己的供应线，这个就严重的限制了俄军的攻势。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社会的这一方面呢，还在这个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输送大量的军事物资，同时呢，还在继续的发动新一轮的经济战的攻势。而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的众议院呢，已经以424对8票这么一个非常悬殊的比例，就是投票通过了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法案。那么预计呢，参议院也将会很快的就通过这一措施了。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嘛，就是普京他现在的外部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习近平是否去援助普京，非要把中俄两国捆绑在一起的这种压力呢，它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先来聊一聊普京现在的情况。普京他现在除了外部的这种军事和经济上的压力呢，也有迹象表明他在内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可能已经出现了政变或者是内乱的苗头。一位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这个独立新闻调查记者叫做格洛泽夫的，他呢在昨天上午就有爆料说，至少有3个独立的信源向他证实，说俄罗斯的禁卫军副司令叫做罗曼加夫里洛夫的这个将军呢，已经被 FSB， 这个 FSB 就是俄罗斯的联邦情报局嘛，他的这个军事反情报部门所拘留了。而其中一个人就说呢，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位将军呢泄露了导致生命损失的军事信息，而另外2个人则说这个是属于一种浪费燃料，就是它的原因是因为浪费燃料。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禁卫军。大家都知道，这个禁卫军它是普京本人在2016年以俄罗斯的内务部队，还有特别用途机动单位，包括特别迅速应变分队，还有其他比较精锐的准军事部队一起合并改组而形成的。它的职能呢，主要就是负责国内的安保和反恐等等任务。它的总司令呢，同时也是身兼总统的卫队长和内务部队的总司令，直接对普京负责的。也就是说呢，这支部队它其实还被授予了一个高度开火权等等很多特殊的权限。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大陆的那个中央警卫团，再加上精锐的武警部队以及一部分秘密警察职能的这么一个合体。所以呢，如此敏感的一个机构，它的副司令居然涉嫌泄露军事机密，对普京来说，这个威胁有多大，那么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在前天呢，普京他在一次被公开的视频会议上就有大放狠话，说西方正在试图在这个第5纵队的帮助之下来分裂俄罗斯，要挑起国内的对抗，他的唯一的目标呢，就是要摧毁俄国。普京他几乎是以破口大骂的方式声称说，任何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总是能够把真正的爱国者、渣子和叛徒区别开来，会将他们像一只不小心飞到嘴里的萌虫一样的吐出去。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说这种自然和必要的社会自我净化会增强我们的团结度和凝聚力。所以大家有听到吗？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种话语数可能脑海里面第一反应就是大清洗这样的一个词汇，对吧？就是不管普京他现在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口头的威胁也好，还是说他在未来会把它给付诸行动也罢，这个呢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寻常的迹象。它就显示出普京在国内遇到的麻烦呢，恐怕远远不止说是民众上街举牌，甚至是冲进电视直播间去举一个牌子来抗议那么的简单，对吧？就在昨天呢，德国的一家媒体叫做图片报的，他就以围绕拉夫罗夫航班的巨大谜团为题刊发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就说呢，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计划呢是要飞往北京的，但是他的飞机就是昨天在新西伯利亚上空蹊跷的就半途折返回去了，回到了莫斯科的那个叫做弗鲁科沃的机场。那么尽管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呢随后就公开的否认了这条报道说这是想要离间中俄关系的一条假新闻，但是呢这个消息它还是引起了坊间的高度关注。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它是真的，那么它基本上就只有2种解释。一个呢就是中俄关系呢可能是出了点问题，这个与中共当前频频的释放与俄罗斯要拉开距离的这个信号有关。那么另一种解释呢，就是有可能与这个禁卫军副司令出事儿，以及普京这个要清洗的讲话，它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与莫斯科当前的政局不稳有关系。其实我们从这个官方消息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侧面的证据，就是中共的外交部在今天也公布了一份声明，
说这个外交部的外事专员就是在17号昨天会见了俄罗斯驻华的大使，双方呢就这个双边反恐和安全合作交换了意见。那么这个消息呢，它其实是证实了中俄的确在17号是有一个外交系统的高层会谈的安排的，对吧？至于说他是因为拉夫罗夫临时返回了才改为这个大使级别的会谈，还是说是一开始我们安排的就是一个大使级别的会谈，我们目前呢暂时还无法去确认，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个侧面的证据。此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在报道说，普京现在非常担忧自己遭到身边人的暗算。他现在呢是每一次的进餐吃东西，他都要让人事先的品尝一下他的这个食物，并且呢在上个月他甚至更换了他的身边多达上千人的私人员工。其实像这一类细节丰富的所谓的内幕消息呢，我们都知道它往往是真假参半的，对吧？但是呢，在外界有不少人都在公开的呼吁要刺杀普京，甚至还给出了高额的悬赏。在内部呢，就是俄国的高层，他的确也有不少的反战，或者是质疑普京入侵这个决定的这些样的人呢，他是普遍存在的背景之下，我想普京他面临的一个政变危机呢，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随着这个金融经济制裁，它现在还在加深，对吧？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而且乌克兰获得的这种军事经济的援助也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战局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之下，普京发生政变这种危机的概率，它其实是只会不断升高的。那么就在今天呢，其实俄国这边还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就是普京呢，他通过电视发表了一个对全国的视频讲话。当他慷慨激昂地说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恰逢我们一位杰出军人的生日，就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直播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突然就中断了这个直播的信号，转而呢就开始播放一首爱国歌曲。那么尽管这个电视台事后来解释说这是一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的，并且呢在随后也有重播了普京的整个的讲话，但是呢受到严格控制的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出现在这种关键时刻的中断信号的事故，它其实还是非常罕见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习近平这边的情况。那么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呢，莫过于就是今天早上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通话。因为呢，昨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其实已经有公开的提前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警告，就说如果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去支持俄罗斯的侵略，那么中国将为此承担责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让中国付出代价。那么拜登和习近平的这次通话呢，目前他们已经结束了。而且呢，新华社是很快的就公布了官方的一份通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索查看一下这份通报的原文。那么就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归纳呢，我觉得中方的通报它大概是说了以下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拜登有重申了，说不打新冷战，不改变中共体制，不联手盟国来反对中国，也不支持台独这么一个4不的政策。而习近平呢对此呢说就表示赞赏，并且还指出中美关系恶化呢，就是因为美方的一些人没有落实双方的共识，所以这个责任全在美方。这个就算是第一点了。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美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争取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的轨道。第三一点呢，就是说中方呢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对乌克兰问题支持按照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来进行处理。同时呢，中方也支持俄乌谈判，支持北约与俄国进行对话，以此来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第四一点呢，就是习近平他还引用了中国的2句老话，一句呢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另外一句呢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声称说这个当务之急呢就是要继续的对话谈判，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这个长久之道呢，在于大国相互尊重，要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所以这番话大家看到了吧？它听上去是四面镜八面光的，对吧？它和秦刚发表的那篇文章完全是一个套路。总的一个核心意思呢，其实说穿了就是这场战争和我党呢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而且你美帝呢，你还得给我点好处，我才给你面子来当这个和事佬，兼一个裁判员。比如像台湾问题之类，是不是啊？给点什么好处啊？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拜习通话之前大概12个小时左右呢，中共就曾经特意的安排了山东号航空母舰嘛，它不是来穿越了整个台湾海峡。只不过呢，这次穿越呢，它这个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飞机，它是空的。那么这个动作呢，它显然是一种有限度的挑衅，它多少有点释放了一种不甘示弱的意思，同时呢，也是在暗示台海话题就是习近平今天和拜登通话要讨价还价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的来解读新华社今天这份通报它想要释放的信号呢？我们需要先和大家来简单的铺陈一些相关的新闻背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中共的宣传系统和外交系统现在的声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和调整。从开始就是一面倒的去支持俄军的行动，只报俄方的消息，力捧普京，转变了，现在也来报乌克兰一方的消息，而且呢，开始播报对俄军不利的消息了。就在前天呢，中共的央视是首次的有引述了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的一个通报，就是报道说乌军已经摧毁了俄军接近1700辆的坦克及装甲车的这条新闻。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有注意到了，当时这个央视的女主播她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外套，外加黄色的衬衫，她和乌克兰的国旗呢是一个色系。此外呢，中共的那个大外宣就是 CGTN 嘛，它也在同一时间开始报道俄军在切尔尼科夫这个城市有射杀了10名排队领取面包的平民的这条消息。就他们都似乎忘记了自己仅仅在1周之前呢，都还在反复的报道说俄军这次特别军事行动都是精确打击，没有伤及任何平民。那么现在 CGTN 的这条报道呢，因为它很快的就引起了传媒界的广泛关注，结果呢又被他们自己给删除掉了。而中共呢更受关注的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中共驻乌克兰的大使馆，他们现在已经搬迁到了西部的利沃夫这个城市。然后呢，中共大使呢就向利沃夫地区的国家管理局局长叫做科奇斯基的，有表达了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不但的声称说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还声称说会在政治经济上支持乌克兰。甚至都还用了一种近乎谄媚的语气去赞扬说这个乌克兰的人民的团结有多么的伟大这个意味着你们的力量等等。可能呢有不少朋友会觉得恶心，但是不会感到奇怪，对吧？因为中共的喉舌呢，它就是这样的，一切它都是跟着高层的那个定调在走的，因为媒体信党嘛。那么既然是这样，这个高层它究竟是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一个叫做魏玲玲的这个记者，他在推特就有披露了一点大陆的圈内人士给出的消息，就说中宣部呢有给出了2条内部的规定，说现在第一呢，就是这个报道呢既不能够亲俄反乌，也不能够亲乌反俄。第2条呢，就是不能够唱衰中俄关系。所以这个内部规定呢，它和我们看到当前各大党媒的报道进行了这种调整，它是相符合的。它也和我们此前对秦刚在华盛顿邮报所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分析是大体是契合的，对吧？就是说中共当前呢，它是一种决议要从开始的一面倒去支持普京，把它调整为尽量的我是置身事外的一个中立者，一个旁观者，甚至是裁判者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来。那么也就是说呢，
中共他在考量是不是真的又想要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最大的赢家了呢？我觉得呢，恐怕不见得。因为就在今天下午呢，白宫这边也有发布了这一次拜习通话的一份官方通报。这份通报呢，它的全文很短，它基本上也是表达了这么3点重要的信息。第一呢，就是拜登当面警告了习近平，说如果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进行野蛮攻击的时候，向其提供物质支持，它的影响和后果是什么？你要知道。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并且强调继续反对对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第三一条呢，就是说2位领导人责成他们的团队在未来的关键时期对今天的谈话采取后续行动。我们先说从这个通报它整体上看，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它已经从这个沙利文、布林肯再到拜登，是吧？这么3个级别呢，都是单独的出面向中共来公开的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来喊话。那么显然他就是要让中共搞清楚，美国这一次绝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要给你来真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做事呢，他一向是比较重证据的，就是说如果说美方没有拿到硬通货的证据，那么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以如此强硬的一个姿态来逼着中共摊牌，对吧？不仅如此呢，一位匿名的欧盟的高级官员呢，也向这个美国媒体透露说，欧盟呢也是已经拿到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而且欧盟所有的领导人现在都非常清楚这个情况。这位官员呢，他同时还表示说，如果中共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去行事了，那么欧盟就将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因为这是北京唯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那么很显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美之间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协调。如果中共他真的敢乱来，那么这个制裁它就将是欧美一体化的去进行实施，也就是说这个冷战的鸿沟它在一夜之间就会成型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新华社对拜习通话的这份官方通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态度呢，它看起来呢是好像是比较强硬，不丢失面子，但是其实它是硬中带软的，它是给自己找台阶而已。至少在表面上呢，习近平他没敢和美国去正面的硬刚，他没敢说来一下就是不吃你那一套，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呢，它等于事实上承认了要在当前既定的国际规则范围之内来处理这个乌克兰问题。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呢，中共它至少是暂时的承认，它不得不去遵守当前既有的这个国际秩序，他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站在俄罗斯背后去拱火浇油，说要去挑战，要去颠覆当前这个国际秩序了。这一步它对中美关系来说，它涉及到是否要从一个竞争关系升级为一个全面对抗关系的分水岭。它相当于呢，中共在撺掇普京去开战之后呢，又不得不在这种兵临城下的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去圈了一个经济战的城下之盟。当然，话也说另一头，至于说中共他在背地里会如何秘密的去援助俄罗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呢是大家都可以肯定的事情，因为中共呢，它一向就是这样的一种偷鸡思维、偷鸡政策，是吧？但是呢，这个是属于我们将来会密切的关注，并且去进行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我们从这一次这个白宫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2位领导人责成他们的团队在未来的关键时期对今天的谈话采取后续行动，就是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点不知所以。那么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东西，就是中美双方它似乎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换了，并且双方团队呢可能都设置了一种对这个执行情况去进行监测的某种机制。那么究竟是什么交换呢？
它有可能是包含了维持台海现状这样的一个交换，也有可能是包含了对中共在贸易、在科技等等方面的一部分的放松等等。我觉得在这儿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拜登啊，他强调说我们反对台海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其实这个话呢，它当然也包括了美国自己的。这个呢，与蓬佩奥在此前有公开的呼吁说美国需要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话题，它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呢，至少在拜登的任期之内，他不会去考虑蓬佩奥的这个建议。我们看到中美这一次的交手啊，它其实对俄乌谈判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也就是说，一旦普京呢，他无法从中共这儿得到大量的公开的援助的话，那么他对战争进程以及中俄关系未来的考量，恐怕他都会是不同的另外的一种思路了。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